你知道刚跟丽娜走一块那女的是谁？谁呀？蓝红。现在网上全是她家的故事。哎，说她嫁入豪门只因为生了个女儿，豪门老公什么都没给她留。网上说的话能信吗？哎，那你说点真实可信的。她是罗宾前女友。真的假的？啊什么啊？不信你问问人家黛西。黛西，你知道啊？问我干什么呀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算了算了，你说说嘛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是个公开的秘密。哎，把门关上去，把门关上去。当初他跟罗宾一起在咱们律所实习，那个时候啊，跟着封印伺候一个大客户。一来二去呢，大客户就发现原来自己大部分的活都是实习律师在做。那再一来二去呢，这个大客户算了笔账啊，如果他能把这个姑娘娶回家，那不仅是给自己省了一大笔法律顾问费用，而且还能给自己生儿育女啊，一石二鸟，两全其美。所以他跟这个姑娘提出了求婚。那我觉怎么得都这样了？这姑娘还是亏了呀。人都知道你冲人钱去的，能防着你吗？我刚才在门口看见蓝红了。你迟到了。我昨天跟你说了，我今天会晚一点到。我是说你错过了何塞。何塞怎么了？他今天戴着一副大墨镜来上的班。你问他了吗？啊，对，你不能问他。你如果问他的话，他会觉得你在嘲笑他，幸灾乐祸。你确实不是合适的人选。而你是，至少比你合适。一会儿我去找他聊聊。你为什么不现在去？因为我现在要先跟你聊聊。我一切都很好，你应该先去关心何塞。你知道今天蓝红要来。丽娜，好，我不问。反正我只有一句话，你绝对不能做他的律师，接受他的委托，去替他打这个家产的官司。人家并没有委托我。那他来这儿干嘛？上班。什么？你听到了？他来这儿上班？是的。或者用他的话说，付出，重操旧业，东山再起。没错，他是来重操旧业，东山再起，但是他绝对不是来上班的。他穿的那不是上班的衣服，那是战袍。他就是在这儿邂逅的他的百亿老公，他现在成了遗孀，却并没有继承他所预想的巨额财富，所以他又回到这里，想要再邂逅一个有钱的老板，再从当人家法律顾问开始。丽娜，你对蓝红有偏见。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生物叫拜金女。不要那么刻薄好吗？我只是不想看到你再受伤害。我知道，不会的。好了，你该去关心何塞了。你看，他们散会了。何塞现在真的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人关心。这就是你的办公室，请。把门口的名字换成蓝红就好。是，把高级合伙人这几个字儿刮掉。你知道，这以前是顾杰的办公室。我知道，他离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为什么一直没刮掉？我来了就要把它刮掉。蓝红，我们就不绕圈子了。
不能你一来我就让你当高级合伙人吧？您不能这么说话呀，我又不是新来上班的，我跟罗宾、何塞他们一起来到全景，他们现在都是高级合伙人。你嫁人了，他们一直在工作，我也一直在工作啊。我是浩瀚超越的法律总监。浩瀚超越是一家市值100亿的民营企业，我们的产业遍布世界各地，横跨数个领域。我的律师证每年都如期年检的。我不是新来应聘的律师，我只是回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律所，继续工作而已。你们应该给我相应的待遇。这几年我也并不是只在家里相夫教子。这间办公室，你知道这个律所有多少人辛辛苦苦一辈子，也没有得到这个待遇。但是我现在把它交给了你，就代表我对你的认可。我并没有把你当成一个新手。高级合伙人，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。您有这个权利。我不能使用这权利，因为你有能力可以得到它。我要使用那个权利，对你我都是个损失。对我是滥用权力；对你，是贬低了你自己的才华。我相信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你就可以用自己的能力来证明自己。到那个时候，全律所的人都到我办公室来要求你加入高级合伙人的行列，看，这多棒！您真的是我见过的仅次于我丈夫的管理奇才。仅仅管理一个律所真的是屈才了。我全把它听成是对我的恭维吧。我打算从我自己的案子开始。蓝红，你确定你要自己给自己打官司？我确定，这就是我回来这的目的。我要打赢我的案子，扬名立万，让所有跟我有类似遭遇的人都来找我，到时候我们就不愁案源了。你一定会输的，而且会因此声名狼藉。没有人愿意请一个声名狼藉、连自己家产都打不赢的律师为自己服务。输赢都是我的事儿。不，你现在是全景的律师，你接的案子关系到全景的声誉，输赢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。那谁来打能赢呢？你吗？我至少从来没输过。那是因为你从来不敢接受挑战，你只挑你自己有把握赢的案子。不，打官司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而已，还有其他很多种手段。对于打不赢的官司，我通常建议他们和解。如果你是想劝我跟他们和解，那我劝你还是省省。我说了，我只是想解决问题。你知道孙超越的律师是谁吗？当然，顾杰和王丽。所以你觉得他会跟我们谈吗？你跟他们关系好吗？交战的国家尚且可以铸剑为利。我要血战到底。停！都别吵了。我有个建议，能不能在我们律所搞一次模拟庭审？你呢，就自己给自己打官司；你呢，当被告的委托代理人。你们俩得好好准备一下，事实胜于雄辩，你们看怎么样？我没问题。我更没问题。那我也准备一下，我得考虑是不是我要弄一身法袍啊。我们需要一些证人证言。丽娜可以作证。我证明什么啊？证明蓝红就是潘金莲，得不到遗产活该。你只需要把你知道的讲出来就可以。你这是要当众击垮蓝红吗？如果现在我不把他击垮，那么未来在大庭广众之下，顾杰和王丽就会把他撕成碎片。击垮蓝红必须我来，
我们说好的，我们要强强联手，最佳搭档。你为什么一声不吭就要甩掉我？咱们说好的，你为什么要甩掉我？我没有甩掉你。那你们为什么在这偷偷开会，不告诉我一声？我们只是在讨论模拟庭审、模拟辩论。那也必须得有我，我得跟你一起。我们说好的，我没有甩掉你，你也不能甩掉我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激动？有什么话坐下说。你为什么让兰兰去我们家找我？我没有。那她是怎么知道我们家地址？是他非要问我你住在哪里。那你就擅自自作主张就把我们家地址给了她吗？难道你要告我一个泄露个人隐私罪吗？那你总应该提前告诉我一声吧。我以为他会给你一个惊喜。如果我提前告诉你，你还会有惊喜吗？嗯？这是没有声音是吧？这视频从哪找出来的？哎，这可是老师态度高手。他们那么多人围着你电脑看什么呢？你们干什么呢？这是茶水间的监控。我知道这是茶水间，为什么你的电脑上会有茶水间监控的回放呢？其他人的电脑上看不到吗？我还以为所有人都能看得到呢。你跟我过来一下。你找什么？魔镜呢？你现在越来越没礼貌了。出去敲门。是你吧？你为什么要动我的电脑？高峰让我弄清楚，你为什么在这个律所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。你别问他。哎，小雨，哎，好嘞啊，等会儿见。哎，要么我叫黛西一起去吧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拜拜。我请孟小雨吃饭，咱一起去啊。我去不了。你呢？吃饭去。啊，不了不了，我也有事儿。你真不去啊？啊，那行，那我自己去了啊。走了，拜拜。我真的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要激怒何塞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是他跟我提出了我根本不可能答应的要求。他的要求真的不过分，确实不过分，但是他现在的状态，确实不是一个律师的状态，又不是真的法庭，只是模拟而已。模拟也不行，他会当众出丑，成为大家的笑料。他已经是大家的笑料了。主任，你们在说谁是大家的笑料？我们在模拟辩论，你们在议论何塞？我们在关心同事。我认为啊，你应该跟何塞模拟辩论。您答应他了？是啊，你们俩都是被告的委托代理人。为什么？他今天特别激动，他告诉我，我要是不答应他，他马上离开律所。他这是威胁，您更不能答应他。已经决定了，我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，我是告诉你，去找何塞，他在办公室等你。为什么不是他来找我？你们俩都不是小孩子了，再说我也不是你们的家长。
你现在就去找何塞。不，让他多等一会儿。你们怎么真跟小孩子似的？我们不是小孩子，我们只是都固执的不愿意长大。他是固执，你是不愿意长大。我是丽娜，我知道，你负责行政，行政一姐，单身未婚，无男友，无相亲对象。事实上，你负责罗宾的行政，我不归你管的。我只是来告诉你，茶水间里有监控。鉴于你也是蓝红的助理，也请你转告他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跟你不是一样的助理。我有律师执业证，可以独立接案。之前你在浩瀚超越有一间很漂亮的办公室，可是有一天，你的门禁卡刷不开门了，你以为是卡坏了，然后你找人来修，结果卡没有坏，是你被辞退了。你听谁说的？路人皆知。姐，你说他一个秘书，他怎么知道我在浩瀚超越的事儿？他不是一般的秘书，那他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啊？他可能之前从来没想过，一个助理或者秘书也可以有独立的办公室吧？怪不得呢，心里面不平衡。兰兰，你刚来要低调。我没有办法低调的。我呀，来这儿以后，所有人都知道我。我估计他们也在想，为什么我一来就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？大家都是助理，为什么他一来就有一间办公室？因为他在世界前10的法学院读过书，有律师执业证，可以独立接案。你是说我没有在世界前10的法学院读过书？难道你读过吗？你这样说话很伤人。丽娜，你不是玻璃心。你刚才说的话足以切割世界上任何坚硬的东西。你是说钻石吗？事实上，只有钻石可以切割钻石，而且切割钻石是一门工艺。我没有再跟你说钻石切割的问题。你刚才说可以切割很硬的东西。我说的是办公室。兰兰办公室的问题，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过了。我现在说的是蓝红。怎么又说到蓝红呢？他为什么一来就可以搬到顾杰的办公室？全中国的职业律师已经超过40万，但是涉外律师只有1%，而蓝红就是那1%。据我所知，你也在世界排名前10的法学院读过书，你也考了涉外律师。所以我是高级合伙人，而他不是，他只是拥有一间高级合伙人的办公室而已。既然蓝红和蓝蓝都是人精，都这么厉害，他们怎么会被别人侵占财产？所以你的结论是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人家富豪也不是吃素的，早就已经写好了遗嘱，零继承。罗老师，哦，来，您找我？啊，你去跟何塞律师确定一下诉讼策略，嗯，然后呢？然后起草代理意见。好，什么时候要？你知道模拟辩论什么时候开始吧？嗯，那之前，虽然是模拟，但是也非常重要。好，明白了，我最晚明天给您。